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从昨天凌晨0点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比特币做了一轮4小时级别回踩动作。那这个回踩动作有一个假的突破。那假的突破呢，虽然是假的突破呢，但它也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我们看到啊，4次的位于7万美金附近的波峰出现之后，走了一个高点出来。那么这个高点呢，由于非常接近于前高，所以呢出现了一个2次的回踩。回踩之后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是存在重要支撑的。那这条支撑线是结构性的红色支撑线，同时呢也是200日均线和绿色线169日均线所在的这个位置。现在的这个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可以去掉前面红色线由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这一个辅助线，去掉之后呢，我们看到上方的平头哥黄色线的平头哥变成了一个波峰的连线。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就由2条红色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一个新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所用的时间更长了，同时呢，我们也认为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同时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结构性支撑、200日均线支撑、144日均线支撑、169日均线支撑都在当前的价格上。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有可能继续发生震荡，完成在结构上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再次到达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上攻动作。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仍然处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8界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这里是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后面的这些 K 线呢，都是这个悟空阳线的干扰性 K 线。本周呢，它尝试过走出周线级别的8界阳线，但是由于回踩了失败了所以这个8界阳线的预期还存在。只要比特币的价格持续稳定在4小时级别当前的结构当中，就有机会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在周线级别上完成它的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8界阳线。那么上方呢还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总而言之呢，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但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由于昨天的回踩动作，重新回到了它的一个震荡区间。但是不用过度担心，牛市还在比特币这一轮减产的牛市还存在，周线级别上我们有更高的一个预期。这几天行情当中，我没有少说的是 BEL 说了很多次。那 BEL 的逻辑呢非常简单，我们之前就给出了首先呢，在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一路回踩反弹，反弹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方向向下的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反弹变盘，然后由方向向下的下跌进入到长达1年之久的横盘震荡。并且呢，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分析比特币类似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最近一段时间发动了突破，在突破过程当中，我们在上周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阳线。那这根阳线呢，我们叫做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有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有了之前长达1年的横盘震荡做铺垫，我们就基本上判断，对于 BEL 这个代币来说，在本周行情当中是容易继续上涨，容易走出周线级别8界阳线的。这一点呢，我在 Binance 平台上广场上文章也写了，视频也讲了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在今天呢，我们看到 BEL 终于创出了一个新高新高在2.6880但是迅速回踩了，这个无所谓只要新高出现，未来在这样的一个震荡震荡结构当中，它能够形成一定的结构，还有继续走高的可能。目前呢，它的底边线基本上走出来了，但是上边线呢，我们看4小时级别只有2点。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小线级别，也可以看到这2点。只要它能够在高位形成横盘震荡结构，然后下方在小线级别144日均线、169日均线、200日均线支撑情况下不继续回踩，不继续跌破，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仍然认为 BEL 容易走出我们所预期的周线级别的8级阳线。那再往上走呢，就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同时，我们也将意味着 BEL 将会走出一轮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BEL 这种走势横盘震荡，静若出子，但是一旦爆发，动若脱兔牛市行情就是这样，你总是措手不及，因为它上涨速度远远快于横盘震荡速度。因为横有多长，它需要右侧是时间轴右侧是时间轴，横有多长，它需要时间
去沉淀。那么纵有多高呢？它这个高不是斜着来的，而是竖着来，证明它左右所花费的这个平面图左右这个是时间轴，向右是时间轴，向右用的时间是很少的就像水泥浆快速凝固，它一般呈现一个直角，迅速就凝固了。对于 BL 也是类似对于这种 K 线也是类似，时间用时非常短，直接几根大阳线啪啪啪就涨上去了。用时短，你就看到纵有多高，纵指的是直上直下，用时非常短，拉盘拉的力度快，这是牛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熊市当中横有多长，这个横盘动作非常难熬，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管理不好自己的仓位的话，非常容易在这个位置上损失筹码，损失金钱但是牛市来了之后拿好你的筹码，耐心等待它能够出现的我们所预期的八阶阳线、上层阳线、唐僧阳线即可。Binance 平台呢上新了很多币种，包括昨天的 SAJA 上线之后，我们就看到走势非常强劲，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上涨行情。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5分钟级别因为15分钟级别时间级别太大，对于一个刚上线微安的币种来说，我们基本上不太容易看到它比较全的 K 线。调到5分钟级别，甚至是分钟级别这样你就可以看得比较全了。那么在这样的 K 线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急速上拉，从4.8美金低点直接上拉到7.89美金，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急速的拉盘动作。我们看到涨幅达到惊人的61.96%%，62%。这样的上涨之后做横盘整理动作，这个横盘整理动作呢，我们看到首先呢形成了一个标准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如果跌破的话，就属于它在1分钟到5分钟时间级别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对于强势币种来说，我认为 SAJA 是可以，如果回踩的话，回踩5.5美金附近的话，是可以建立一个仓位的。因为本轮行情我们看了一些币种之后，发现了这个上线 Launchpad 的币种有强势有弱势。比如说我们看到 ENA，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在上线 Binance 之后一路拉升，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呢，它的收敛三角形发动了突破，突破之后呢，收敛三角形方向改变偏上了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上的一个上涨趋势。但呢，还有一些币种出现了与之对应的两极分化。那么 W 就是上线之后呢，我们看到一路下跌，一路下跌形成下跌筹码缺口之后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下跌筹码缺口之后，它做了一个横盘动作，横盘动作之后呢，继续下跌也就是说下跌形成的筹码缺口没有进行完整回补，继续下探。这是与刚才我们提到的 ENA 和最新上线的 SAJA 它是两极分化。那么两极分化的结果就是热点币种越来越热冷门币种越来越冷。所以呢，对于 SAJA 来说，它对标的是 Gala。我做了一个市值预估的话，SAJA 如果能够到达 Gala 的市值，它的预期是20美金两者之间流同市值互相对应的情况下它是有一个20美金预期的。因此呢，对于高开高走然后回踩的 SAJA， 我认为它是一个相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次新币 W 来说它是一个热门币种。那既然热门币种的话，我们就应该采取一定措施。那如果跌到5.5美金到达黄金坑位的情况下就应该有一个布局的动作它的走势呢，在未来我认为有可能要对比ENA是一个 GI 以太坊的挖矿的一个币种GI 以太坊合约它做了一个对冲基金是一个对冲基金 DeFi 的一个币种SAJA 呢是一个游戏板块的 GameFi 板块的一个币种不同板块通过 Binance Launchpad 上线之后这两个币种热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该给予一个重点关注边安平台目前几乎很多大部分的次新币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潜力，但是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空间一定要自己算一下，看看这个币还有没有上涨空间，有没有利润可谈通过这样的计算呢，我们发现 W 上线价格过高所以呢出现了一路下挫但是呢 SAJA 和 ENA 都在一个合理的虽然价格也不低，但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开盘价所以呢行情热点在这的情况下，都会给大家一定的回馈。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